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央媒發聲，隆重官宣34歲肖戰新身份，與楊紫戀情傳聞早已真相大白。上海白玉蘭提名晚宴，主持人念到楊紫名字的那一刻，原本準備起身的肖戰停住了腳步，轉頭望向大屏幕，嘴角揚起一抹笑。多個機位拍下的這個動作，沒有任何刻意，也沒有任何躲閃。隨後他走上台發言，楊紫在台下專注聆聽，適時鼓掌。兩個人就這麼自然地同框了幾分鐘，熱搜立刻炸了。肖戰楊紫訂婚餘生夫婦頂峰相見的詞條一個接一個往上衝。可就在這段視頻全網發酵的1個多月後，另一則消息悄無聲息地蓋過了所有八卦。2026年8月3日，新華社新媒體中心與解放日報社聯合出品的第48屆世界技能大賽主題片全網發布。肖戰以上海世賽推廣大使身份擔任旁白講述者，那句技能改變世界，技能照亮前程，隨着他的聲音傳遍了社交網絡。央媒用這種方式告訴所有人，34歲的肖戰拿到了一份重量級的官方簡歷。世界技能大賽到底是什麼來頭？被譽為世界技能奧林匹克的它，是全球規格最高的職業技能賽事。2026年9月22日至27日，這場盛會將在上海舉辦。來自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400餘名頂尖選手，將在64個競賽項目中同台競技。而肖戰拿到這個推廣大使的身份，遠比8月3日這次主題片發布要早。世界青年技能日，上海第48屆世界技能大賽事務執行局與世界技能組織就共同宣布，肖戰出任本屆世賽推廣大使。他是這場賽事的首位推廣大使。上海市人社局的官方材料裡寫得明明白白，借助肖戰在海內外青年群體中的廣泛影響力，相關話題全網累計閱讀量突破5億。被世界技能組織譽為世賽75年來影響力最大的一次宣傳。世界技能組織市場與傳播總監肖納·布瑞克的評價更直接，肖戰無疑是世界技能大賽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巨星大使。雙引號，這不是普通的商業代言，這是國家級賽事對一位青年演員的正式接納。很多人第一反應是，一個演員憑什麼給技能界奧運會當推廣大使？答案藏在肖戰這幾年的職業軌跡裡。第一層，專業背景對得上。肖戰本身是設計專業出身，平面設計的學習背景讓他對技能2字有天然的體感，這和世賽所倡導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同頻的。第二層，為角色較真的勁頭。孔笙導演在採訪裡說過一句話，他每天收工後還在練南京話，劇本上寫滿拼音注釋，這種較真勁兒現在很少見了。雙引號，為了演好德賢景致裡的南京黔公莫德賢，肖戰提前3個月請了專業南京話老師，每天系統上課，專攻老城南口音。他主動深入南京老城區，在菜市場、老街觀察本地人對話，反覆練習到形成肌肉記憶，最後方言驗收的準確率達到92%，比劇組裡本土南京籍場務還高。老戲骨楊新明坦言，肖戰在劇本圍讀階段就能流暢完成大段南京話對白，稱其為語言奇才。拍《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時，草原上的烈馬難以駕馭，他堅持不用替身，多次衰落受傷後仍繼續練習，最終熟練掌握了在馬背上搭弓射箭。為了精準演繹蒙古族角色，他自學蒙語長達3個月，逐句模仿當地人發音，一個發音有瑕疵就主動要求重拍10餘次。第三層，話劇舞台的硬功夫。2021年4月22日，肖戰在武漢開啟了賴聲川導演的話劇《如夢之夢》演出，
飾演5號病人。懂話劇的人都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如夢之夢》演出時長近8小時，沒有 NG， 沒有後期，忘一個詞，錯一部位，台下觀眾全看得清清楚楚。肖戰把自己關到唐山，和整個劇組集中排練了1個多月，一場戲一場戲的磨。首演當天，話劇相關多個話題登頂微博熱搜，成為話劇圈的現象級事件。GQ 在專訪裡問到他當時的感受，他說：“第一場演出我非常緊張，現在想起來都很緊張。燈光打到身上的一瞬，我覺得一切都靜止了，眼前只剩下一片白色。我調整了一下呼吸，開始說台詞。”雙引號，一個非科班出身的男團出道演員，敢接《如夢之夢》。能在近8小時的環繞式舞台上扛住全場，這本身就是靠技能立身的鮮活樣本。試賽組委會選擇肖戰，有一條明確的標準，不局限於專業技能領域，更看重能不能帶動更多年輕人了解技能、重視技能。肖戰這幾年橫跨古裝、年代、現實、抗戰等賽道，《陳情令》、夢中的那片海、《藏海傳》、玉骨遙、德賢景致等多部作品登陸央視播出，斬獲電視劇年度男演員、電影節影帝等行業獎項。他還曾受聘杭州亞運會公益圓夢大使，多次參與國家級文旅賽事宣傳項目。主題片裡有一句旁白說得特別好：清晨亮起的燈，飛馳的列車，穩定的網絡，出爐的麵包，成型的衣裝，一次被認真照顧後的安心技能，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雙引號，肖戰在影視作品裡打磨的騎馬、蒙語、南京話、鉗弓手藝，本質上和試賽賽場上的那些年輕人做的事情是一樣的，日復一日，把一件事做到極致。這也是為什麼世界技能組織會給出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巨星大使這麼重的評價。5億閱讀量背後，是無數原本對技能2字無感的年輕人第一次點開了試賽的話題。回到開頭那個白玉蘭晚宴的銅礦，肖戰和楊紫的戀情傳聞，掐指一算已經炒了整整7年。從2021年《餘生請多指教》播出開始，劇粉入戲太深，把片中餘生夫婦的情感投射到了現實裡。這7年裡，所謂正劇換了一茬又一茬。星光大賞，兩人相鄰而坐的聚會視頻被惡意剪輯，周圍所有其他人員全被剪掉，只留下他們2個，硬生生剪出曖昧氛圍。肖戰工作室連夜發聲明澄清，當天是平台組織的多人聚會，雙方只是普通合作關係，2位藝人都是單身。那段著名的摸頭殺聚餐視頻，同樣是陳年物料被重新剪輯包裝，配上私人聚會貼耳私語的解讀，再次引爆熱搜。橫店又冒出相約吃火鍋的瓜，爆料者態度囂張放話不怕工作室起訴，結果一拆就穿。肖戰當天收工時間已經很晚，根本沒有多餘時間外出聚餐。所謂共用專屬保姆車，其實是圈內統一租賃的常見車型，張若昀都用過同款。可是這些所謂線索，經不起任何推敲。常年跟拍肖戰的娛記劉大錘，7年裡跟拍了237次，從來沒拍到過2人有任何私下接觸的畫面。余生導演之前在直播間公開說過，2人就是正常同事關係。今年2月，楊紫在直播裡跟觀眾嘮嗑，直白說自己已經7年沒開啟新戀情。餘生請多指教從拍攝到播出再到現在，正好7年。這條時間線直接把因戲生情的說法定死了。肖戰工作室前後發了3次正式聲明，明確表示肖戰目前單身，重心全在工作。楊紫本人也直接調侃過肖戰像個老幹部，根本不適合當男朋友。2個人連35歲前支拼事業的人生規劃都如出一轍。
白玉蘭晚宴上那個自然的微笑，那次大方的鼓掌，恰恰說明一個問題：真正有戀情的人，反而不會這麼坦蕩。如果一個男演員和一個女演員合作結束5年後，還能在提名晚宴上相鄰而坐，自然互動，毫不避嫌，那只能說明一件事：他們之間真的什麼都沒有。有網友說的特別到位，人家兩個都在悶頭拼事業，外界倒是先替人家把戀愛談了。雙引號。回到肖戰這個人本身，陳情令爆火之後，流量沒演技5個字像狗皮膏藥一樣貼在肖戰身上。剛火那幾年，誇讚的聲音有，惡意的抹黑，憑空造謠的聲音也不少。他沒有急着辯解，做了一個讓很多人意外的決定，扎進話劇《如夢之夢》的劇組。前面提到過，17天復排時間，他暫停了所有工作，全程扎在劇組，沒討價還價過一次。到青島站巡演的時候，他上午就趕到劇場加練，把半天的排練硬生生拉成1整天。話劇舞台磨出來的功底，最後都反哺到了影視作品裡。夢中的那片海裡，他演80年代知青，去郊區農場住了半個月，跟着老農學插秧，手掌磨出後繭就纏上紗布繼續。藏海傳裡，他為了練騎馬，每天清晨5點去馬場，摔了10多次還咬牙堅持。短短3個月時間，他接連拿下3座含金量不俗的行業獎項。10日中煙順利殺青，得銜緊致番外篇正式和觀眾見面。新華社在8月3日的主題片裡，借肖戰之口說出了一句特別有分量的話：走進這些用技能追夢的年輕人。雙引號。肖戰自己就是這些年輕人中的一個，只不過他追逐的是表演這門手藝的精進。8月3日主題片發布這天，距離第48屆世界技能大賽開幕還有整整50天。鏡頭裡，肖戰神態從容沉穩，話語篤定有力。視頻結尾，他向鏡頭微微頷首，發出邀請：走進這場全球頂尖技能盛會，走進這些用技能追夢的年輕人。東方衛視跨年晚會上，他已經向全國觀眾發出過一次邀約，相約2026共赴技能盛會。雙引號。肖戰以推廣大使身份參與的所有宣傳動作，相關話題全網累計閱讀量突破5億。世界技能組織官方用世賽75年來影響力最大的一次宣傳來定義這次合作。一個34歲的演員，用7年的時間，從流量小生變成了世賽推廣大使。這7年裡，他和楊紫的戀情傳聞被炒了又炒，闢了又闢。可每一次央媒級的認可到來時，那些喧囂的八卦都會自動退到次要的位置。白玉蘭晚宴上那個自然的微笑，和8月3日新華社主題片裡那句沉穩的旁白，隔着1個多月的時間，卻像是同一個人生的2個剖面。一個是戲外的肖戰，大方坦蕩不做作；一個是戲裡的肖戰，沉穩篤定有分量。央媒高調官宣新身份的那一刻，肖戰楊紫戀情這個詞條在熱搜上的生命力終於走到了盡頭。